大早上的，这枯井闹鬼了？还吐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有多能吐。跟我斗，我看你这破井能吸多少。将军，最后一壶水也分给重伤的兄弟们了。还能撑多久？水源已经被切断，那口老井也彻底干了。将军，我们突围吧！突围？往哪里突？落日关后方是30万百姓，你让我撤退？可是将军，明天太阳一出来，兄弟们就会活活渴死啊！传我将令，杀战马，饮马血。今日就算全部战死在这里，也绝不后退半步。将军，什么声音？井里有动静。水，是水！龙王显灵了，是活水，这井又活了。甘甜，太甘甜了，比我喝过的任何泉水都要甜。这水量极大，绝不是普通的地下泉水喷涌。算了，再灌下去，物业该找我谈话了。喂，到底满了没有啊？喂，到底满了没有啊？有回音吗？将军，井里有人说话，是神明，一定是龙王爷降下了神水，现在显灵了。敢问井底是哪位神明？落日关守将楚言，代全城军民叩谢神明赐水之恩。落日关守将楚言，代全城军民叩谢神明赐水之恩。什么玩意儿？落日关守将？喂，下面的人听得见吗？什么神明？我是这院子的房东。你谁啊？房东，掌管房屋水井的神仙吗？回禀房东仙尊，凡女楚言乃大夏国北境守将，现被蛮军围困落日关，多谢仙尊降下甘霖，救我等性命。大夏国北境？我靠，这井难道是个时空通道？喂，我放了个东西下去，你拿起来看看。仙尊赐物了。好轻，这是何等神铁打造，竟如此轻盈，又如此光滑。你能看见这个杯子吗？快取笔墨来。仙尊，凡女回信已放入法器之中。凡女楚言，仙尊法器，哈哈，真连着古代啊！别叫我仙尊，我叫晨晨。东西下去了，接好。将军，神明又赐物了，这是何物？好软，这是面食。晨晨，仙尊问我们还缺什么？敌军有多少人？将军，仙尊这是要救我们啊！陈仙尊在上，若仙尊能赐下吃食，解我军燃眉之急，楚言愿立长生牌位，世代供奉。我去，这买卖划算啊！哈哈，撑住啊！楚将军，不就是没饭吃吗？你等着，管饱啊！打仗是吧？今天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现代化的降维后勤补给！哟，小兄弟，想批点什么？我要300袋大米，200桶食用油，现在就要装车，我没空跟你讨价还价。听好了，我要马上能拉走的东西。你们这附近有没有大型面食加工作坊？给我调2万个馒头过来，要热乎的。2万个馒头，小兄弟，你这是要办流水席啊？别管我干嘛。有没有？有，旁边就是大型面点厂，2万个馒头，他们库里绝对有货，半小时就能给你拉过来。很好，午餐肉罐头、红烧肉罐头、牛肉罐头。凡是铁皮包装、保质期拉开就能吃的那种，给我拿1万盒。1万盒，还要那种50斤1袋的大米，先给我来1000袋。小兄弟，你这是要建避难所吗？这么多物资，起码得好几辆大卡车啊！
卡车，你来想办法。钱不是问题，我要你在最快的时间内把这些东西全部送到我家，办妥，我再额外给你2万块钱的加急费。2万加急费，得嘞，我保证1小时内连1厘米都不差的给你送到家。都别愣着了，赶紧出来装车！将军，仙尊他真的会赐下吃食吗？陈仙尊既然能降下救命的神水，自然不会戏弄我们。可是将军，我们有3000人啊！哪怕是神仙，要凭空变出3000人的口粮，那得损耗多少法力？休得妄言，仙尊岂是可以揣测的？传令下去，全军列阵井边，静候仙尊赐福，任何人不得喧哗。是。有动静了，井里有动静了！准备接应法具。好轻巧的神网，竟然能承受如此重物而不断裂。将军，就这些方方正正的箱子，里面装的就是鲜粮吗？解开网带。楚将军第一批应急口粮已送到，先让兄弟们吃饱肚子，恢复体力。大米还在后面。晨晨，开箱，快开箱！是热的，居然是热的！仙尊显灵了！不要愣着，赵烈，立刻带人分发馒头，每人先发2个。遵命。是。等等，还有这些法器。啊！将军，这是龙肉吗？是仙尊赐下的神肉，按信上所说，这铁盒里的肉直接食用的。你先尝一口。属下不敢。这是仙族赐给将军的。这是仙尊赐给全军将士的，让你吃你就吃，这是军令。是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这是活命的肉啊！将士们，这些都是仙尊赐给我们的。今日全军敞开了吃，明日若蛮军赶饭，我们让他们有来无回！有来无回！叩谢仙尊！天哪，这面团子怎么会这么软，一点都不辣嗓子？就算没有菜，我也能吃10个。别光吃馒头，蘸点这肉的汤汁。我活了40岁，今天就算是死在战场上，也值了。吃了此等食物，我们要全歼那些敌人。对，就把架子搭在这口枯井上面，滑轮装稳一点，一定要能承重200斤以上的。刚才那1万盒罐头和2万个馒头，估计只能让他们吃个半饱。打仗嘛，还得是碳水化合物最顶用。喂，下面的楚将军，听得到吗？陈仙尊，凡女楚言携3000将士正在井下待命，仙尊大恩大德，我们永世不忘。吃完就好，准备好大锅和木桶，大头的物资马上就来。躲开井口，正下方啊，准备接米了。米是何物？这是米，这是米！将军，这么多鲜米，别说吃3天，就算吃3个月，咱们也吃不完啊！大夏国北境守将楚言替全城百姓，替3000兄弟叩谢陈仙尊。仙尊若有所需，楚言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是，叩谢仙尊。行了，别拜了，赶紧把米收起来，生火造饭。吃饱了
才有力气干活。领命，赵烈。末将在。传令，火头军立刻支起10口大锅，用仙尊赐下的神水煮鲜米，今夜全军饱餐吃饭。将军，米饭熟了。将士们的情况如何？回将军，兄弟们都吃撑了，现在一个个精神百倍，恨不得立刻出城拼命。虽然有了粮草，但我们的人数劣势依然无法改变。如果蛮军发动强攻，我们也抵挡不住5万大军的轮番冲击。是啊，3000对5万，确实太悬殊了。必须立刻向仙尊禀报军情。仙尊既然有通天彻地之能，或许能指点我们破局之法。我军见识已决。敢问仙尊可有退敌之策？若仙尊能赐下守城之物，楚言定让蛮军血染落日关。城中库房里可还有什么值钱的物件？将军，咱唯一值钱的大概就是地窖里当年缴获蛮族的1箱子玉石了，但那玩意儿不能吃不能喝的。全部搬来。仙尊虽然不在乎凡俗之物，但我们不能一味索取。是。哇，这么沉，这得有100多斤吧？我去，这纯度和重量，箭矢耗尽，没有防守器械。5万人打3000人，5万大军围城，这是典型的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战。要想以少胜多，就必须利用现代科技的降维打击。防守器械是吧？老子给你们搞点现代化的防爆装备和非致命震慑武器，吓不死那帮古代土包子。高强度防爆盾牌买，超次分贝的警报喇叭买，等等。古代攻城喜欢晚上偷袭或者早上列阵，如果有那种探照灯。楚将军，心意我收下了，我会赐予你们神器。今夜我会让你们见识见识。什么叫真正的天神之怒？5万蛮军是吧？准备迎接来自21世纪的工业震撼吧。老板，来大活了。买机顶安全帽啊，还是买反光背心？零售在外面货架，自己挑。哼，不买那些破烂。防爆盾牌有现货吗？我要那种最高强度的。哟，小兄弟懂行啊！我们店里那玩意儿可是加厚款，但是贵，一把得大几百呢。价格不是问题，我要3000把，有没有现货？3000把。兄弟，你没开玩笑吧？3000把现货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你就说有没有吧，没有我换下一家。我赶时间，这市场除了我，谁家库房也囤不出这么多货，就在后院仓库里，随时能拉走。请。很好，防刺服有没有？有，现货足足的，3000件是吧？对，3000件。除此之外，我还需要2样东西，你要是没有，赶紧帮我去别的档口调货，钱我一起付给你。您说，这片市场就没有搞不到的东西？第一，工业级高音警报器；第二，探照灯，一开灯能把黑夜照成白天的级别。兄弟，你这又是防爆，又是防刺，又是超强光，又是大喇叭的，这是要去强拆啊，还是去打仗啊？你管我干嘛？这都是合法的民用设备，你就说多长时间能给我凑齐？加急费2万，半小时内装车送到我指定的别墅，能办到吗？能，太能了！您稍等，我立刻叫全市场的小弟来给您装车。楚将军，冷兵器时代的战争，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降维打击。今日赐你御风盾，此盾乃9天神经所炼，坚不可摧。另赐流云软甲，轻薄如纱，却可避刀剑之伤。还有2大神器。蛮军若敢夜袭，你便让将士们堵住双耳，闭上双眼，待蛮军靠近，齐开神灯，齐鸣法螺。将军，仙尊回信了。御风透明盾，流云软甲，震天法螺，夺目神灯，天神之怒。仙尊竟然真的赐下了神器，神器降临了！赵烈立刻随我去接应。开箱。好生清透，不仅毫无杂质，而这分量竟比木盾还要轻巧。水晶易碎，仙尊说此物刀枪不入，坚不可摧。赵烈拔刀，用尽全力砍我。将军，这怎么行？若是这水晶碎了，伤着您。这是军令，砍！神物，果真是神物啊！有此御风盾，蛮军的弓箭和弯刀对我军再无半点威胁。仙尊之威，深不可测。快打开其他的箱子！将军，这些黑色的方盒子和金属圆筒，
莫非就是仙尊信中所说的夺目神灯与震天法螺？切记，开法螺前必须用棉花塞住双耳，否则双耳流血，振聋发聩。赵烈立刻让所有人将布条塞入耳中，将神灯和法螺搬上城墙，隐蔽起来。今夜便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遵命，大王。探子回报，落日城内毫无动静，连城墙上都没有半点火灯光。楚言那娘们儿和他的残兵断水3天，怕是早就渴死在城里了。哼，倒是硬气，宁死不降！传本王将令，全军压上！蛮夷小儿，仙尊庇佑大夏，尔等还不速速退去！楚言，你居然没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就算你活着又怎样？装神弄鬼，弓箭手准备，给我把他射成刺猬！开神灯，明法螺，降下天神之怒！不要乱，不要乱，不要退！啊！这就是仙尊的手段吗？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一人未伤，退敌5万。仙尊法力无边，大夏国运不绝。仙尊法力无边。仙尊神威，天神之怒显化，落日关之危已解，3000将士无一伤亡。楚言带全军将士叩谢仙尊再生之恩。我有野山参及草药，明日尽效仙尊。这帮古代人还真是好糊弄，几把手电筒加大喇叭就把5万人给吓尿了。野山参，纯天然野生中草药，那可是有价无市的顶级抢手货。第一步，守城活命的任务算是完成了，接下来就该玩一把外界种田和贸易游戏了。咱这买卖才刚刚开始啊，退敌只是第一步。若想在乱世立足，唯有高筑墙，广积粮。我的天，这品相，这尺寸，怕不是得有几百年了吧？先生看点什么？我找你们大掌柜有一笔大买卖。鄙人姓孙，万宝阁的掌柜，小兄弟面生得很，说有大买卖。孙掌柜，长长眼。这个头，这铁线纹，不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五行巨美，小兄弟，这猪身少说有500年火候，你这是从哪个深山老林里刨出来的？来源你不用管，只说能给多少钱。你来找我，估计是要快钱吧？聪明，一口价3000万，我个人掏腰包吃下，今天就能打款。成交。顺便把这几块料子也收了吧，懒得再跑别的地儿。这是极品和田水料，这沁色是老坑的古玉。小兄弟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路过的生意人。玉石一起算算，给我个总价。接下来我要建立一个绝对安全的物流中转系统，绝不能让任何人发现这口井的秘密。对，地址在江海区别墅区。我要你们用最快的速度搭建一个全封闭的玻璃房，外人绝对不能从外面看到里面任何情况。预算不设上限，3天内必须完工。下午就带人来开工。好的，老板，我们马上安排。小伙子，这可是几百亩地的种子啊！你买这么多干嘛？包了个荒山，水稻的种子也给我来2000斤，尿素复合肥，每样先给我装个100袋。好嘞，好嘞，大客户啊！铁锹、锄头、砍刀、锯子，全钢打造的，每样来1000吧。还有手推车、扁担、大型储水桶、高标号碎沙水泥，先来200吨，红砖来5万块，用最大的重卡拉到南郊老李物流园8号仓库。来了，仙尊显灵了！楚将军，今日所赐之物，非及时之粮，乃万世之基，神种不挑土壤，极其强悍，亩产可达数千斤，乃至上万斤。将军，您刚才念的是多少？亩产数千斤，乃至上万斤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怎么可能有亩产万斤的神物？这是违背天理的呀！放肆！仙尊之能，岂是咱可以揣测的？仙尊做的事，哪件不违背常理？仙尊说他能产万斤，他就一定能产万斤。
是，属下失言，属下该死。将军，您看这铁器。Yes， 我的老天爷，这等削铁如泥的神兵，仙尊竟然让我们用来挖土。赵烈，即刻从全军挑选1000名最强壮的将士，编为神农营，由你亲自统帅。遵命。末将就算是用命填，也要让这土豆在落日关扎下根来。快去接应！此粉末名为水泥，乃修补城墙、建造堡垒之绝品。切记用法：取神泥1份，掺杂细沙3份，加水搅拌至粘稠，推气待风干后，坚如磐石。水泥遇水便能坚如磐石的粉末，这灰泼泼的粉末真有那么神？按仙尊说的做。将军，这灰泥软趴趴的，一推就倒，真能挡得住蛮军的攻城锤？仙尊说需风干1日，传令下去，派重兵把守这堵墙。明日此时，本军要亲自试刀。诺。赵烈，用你最大的力气，拿大铁锤给我砸！将军，这要是砸碎了，岂不是辜负了仙尊的美意？少废话，砸！是。这是什么怪物？坚如磐石！这才是真正的坚如磐石。将士们，有了这神泥，别说5万蛮军，就算是100万大军，也休想跨过落日关半步。是我要把落日关打造成一座神城！神城！纸条传信终究还是太慢了，如果遇到突发战况，根本来不及沟通。如果在这种强磁场通道里使用超高频电磁波对讲机，理论上应该能实现短距离跨时空通信。此为传音筒，只需按住按键便可隔空对话，可置于阳光下汲取天火为其充能。今日你我且试上一试。仙尊，是仙尊吗？哈哈，楚言干得不错。现在告诉我落日关周边的地形图，我要给你建一座属于你的帝国。楚言，说话呀，能听清吗？听得清。仙尊神威，敢问仙尊，这万里传音筒可是抽取了9天玄雷的精魄炼制而成？什么9天玄雷？那叫底造，别一口一个仙尊的，听着跟老封建神棍似的。以后叫我陈哥或者叫老板，听懂了没？这凡女不敢直呼神明名讳，那是大不敬之罪。大不敬个屁！这是命令，入乡随俗，在我这儿就得叫老板，再叫仙尊以后我就断你们水和粮。是，老板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行了，闲话少说，你不是要建城吗？光有红砖和水泥可不够，咱们得搞点大工程。落日关南面有一条官道，直通我大夏国的腹地。可是南面的朝廷已经3个月没有给我们物资了，他们早就把落日关当成了弃子。懂了，典型的背水一战地形。那城内呢？空地多不多？城内原本有10万百姓，但连年征战，百姓早就逃难去了南方。如今城内大片废墟，空地方圆足有数十里。这简直是完美的试验田啊！楚将军，你听好了，我要把落日关打造成一座无敌要塞，顺便建一个高科技农场。农场？就是种地。你们靠着几把铁锹要挖到猴年马月去，等我给你们搞点神兽，让你们见识什么叫基建狂魔。老板，来大活了！小兄弟，看点啥？微耕机还是收割机？我要买铁牛这种马力最大的，多少钱一台？哟，识货！这可是15匹马力的柴油旋耕机，劲儿大得很，零售价8500。我要100台。多少？100台？不仅要100台微耕机，我还要那种电动小金刚3轮车，给我来200辆，再给我配10台1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，外加200桶高纯度柴油。都有，就在后面大仓库里。但是兄弟，这东西实在太多了，装车运输可得好几辆大半挂。运费我出，加急费2万，直接拉到南郊老李物流园的8号仓库，然后我自带车队去提货，赶紧办。老板，红烧鸡肉面就是那种大桶的，给我来5000箱。
来，往前来，往前！来了，老板的神兽要降临了！这是何物？这莫非是传说天庭的铁甲战神？别乱碰，这玩意儿叫微耕机，用来翻地种土豆的。赵烈，去机器的右边，看到那根黑色的绳子没有？看到了，老板。握住把手，用你平时挥刀杀敌的最大力气，猛地往外拉，千万别松手。遵命！我的亲娘哎！妖怪！这铁盒子里藏着妖怪，它冒黑烟了，它要吃人了！哈哈哈，那是机器启动了，那黑烟是排气。去，推出2个扶手，往前走。好玩吧？这只是100台里的第1台，赶紧派人把剩下的拉上去。我还给你们准备电马以及神仙佳肴，里面有干的面条和料包，倒上开水焖，一嘴茶的功夫就能吃。还有那些黑色的水，叫快乐水，每人发1瓶，拧开就能喝。我的天老爷，这是什么香味？仙界的龙肝凤髓也不过如此吧？太爽了！这面条怎么如此劲道？这汤怎么如此浓郁？我懂了，我体内有仙气乱窜，将军，我浑身经脉都被打通了。来，大家一起！好！报！禀告将军，南城门外20里发现500骑兵，打着的是大夏朝廷的龙旗。现在跑来干什么？给咱们收尸吗？不，5万蛮军退去的消息肯定被朝廷的探子察觉了。他们不是来收尸的，是来摘桃子的。走，上城头看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死丫头哪来的钱修缮城墙？这白灰色的石头是何物？来者何人？落日关重地，无令不得靠近。大胆出言，本官乃朝廷特使，奉皇上口谕前来巡视。你非但不迎接，还耀武扬威，还不打开城门，让本官进去查验库房。查验库房？这3个月来，将士们嚼草叶喝泥水，你在何处？现在蛮军退了，你倒跑来了？少废话！蛮军退去，那是朝廷龙威震慑。来人啊，给我撞开城门，拿下楚言！想进城？好啊，给钦差大人开开眼。得嘞。哼，算你识相。老板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微耕机坏了，还是泡面吃坏肚子了？朝廷派钦差来了，被我们用你的神兽给吓跑了。但这意味着我们彻底与大夏朝廷撕破了脸。切，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，来的正好。楚将军，你想不想自己当女皇？老板，您的意思是？咱直接反了，100架无人机外加100发窜天猴，明天就能到货。到时候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空袭制霸。凡女愿随老板颠覆这天下。100万发窜天猴，还要那种管子最粗、声音最大，能在天上炸出5颜6色大花朵的，怎么嫌少？不够的话，那就200万发，外加那种手持的，能连续喷射100发的加特林，只要是动静大的都要了。小兄弟，不，陈老板，您这不放炮仗啊，您这是炸山啊！这么多货，我们还得去临时的厂子给您调货，所有费用我全包了。4个小时后，我要在南郊物流厂仓库里看到这些东西，做不到，我就换下一家。操！能，绝对能，只要钱到位，我让全厂的烟花全往您那儿送。老板，你这儿有没有那种户外用的全息投影仪？有啊，你要投什么？多大尺寸？投出来的画面越大越好，最好能在空中形成海市蜃楼，
我还要那种能把人耳朵震怂的超级大音箱。另外，你这儿卖不卖无人机？无人机、航拍机，你要哪种？太小了，没意思。我要那种大型无人机，来个10架，而且我要改装底下，改成可以投掷粉末的装置。大哥，全息投影加无人机撒粉，这可是顶级电影的配置啊！别管什么电影，就说能不能搞定。能，给钱什么都能搞定。你要投什么画面？我现在就给您用电脑合成进去。画面嘛，给我搞一条金色巨龙，要张牙舞爪，自带闪电特效的，再加个如来佛祖的金身法相，要闪瞎人眼的那种。好嘞，这素材网上多的是，马上给您安排。楚言，收获了，让赵烈带上几百个兄弟，准备迎接你们的空中攻击群。老板，我们已经恭候多时了。将士们都说，若是朝廷赶来犯，定叫他们有来无回。有这气势就对了。将军，这花花绿绿的圆筒子是何物？上面画着花朵。住口！那里面是火药，你想成烤乳猪吗？老板息怒，这东西怎么用啊？这叫烟花。楚言，看到小方块了吗？那叫防风打火机，嘿嘿，按一下就能喷火。你拿一个，点燃引线，然后有多远跑多远。啊！好神奇的取火之物，不用火结子，不用钻木，只需一指之力便能生火。快退后！天神发怒了，这是天罚呀！这是天界的神话，太美了，太可怕了！我的个亲娘嘞！这威力要是落在人堆里，哪怕是穿了铁甲，也得被炸成飞灰吧！老板，这等神物您就这么赐给我们了？哈哈哈哈！毁天灭地个屁呀！这玩意儿就是用来听个声儿的，不过嘛，用来吓唬人绝对是神器。老板，这响声也太大了吧！刚才那一炸，我感觉我太奶奶都在底下叫我了。这算什么？我给你们发了100万发，真到那天你们排开阵型，给我照着敌军的头顶上放。遵命。有了此等神器，哪怕朝廷派100万大军来，我也能让他们不战而退。别急着高兴，好戏还在后头。看到那大铁架子没有？那叫无人机，代号天兵1号。赵烈，你来试试学一下怎么操作这东西。对，就是那个有2个小棍棍的黑色盒子，左手边那个棍儿，往上推，慢慢推，别太猛。飞起来了！妈呀，山雕发疯了！快拉摇杆！赵烈，把盒子捡起来！哈哈哈，慢点推，这玩意儿灵活得很。你们多练练，等练熟了，我再告诉你们怎么下去。报！南方发现大股敌军，目测人数不低于10万。10万大军，终于来了。朝廷打蛮军的时候缩得像乌龟，对付自己人倒是舍得下血本。庞将军，您看，那就是落日关。楚言那妖女必定是在城内施了妖法。哼，一派胡言！王大人，你没见过世面，被装神弄鬼的戏法吓了也正常。但我可是身经百战，你看那城墙灰不溜秋的，连块砖缝都看不见。10万大军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这破城给淹了。庞将军威武！来人啊！去告诉楚言，立刻开城投降，否则本将军踏平落日关，寸草不留。前方施工，注意安全，无关人员请勿靠近，违者后果自负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施工是何意？下面的听好了，你过来呀！狂妄，简直是狂妄至极！传我将令，全军列阵，准备把他们剁成肉泥！哈哈哈！将军，敌军人太多了，我们恐怕守不住啊！老板，鱼已咬钩，大军开始攻城了。收到
Over， 把喇叭调到最大，给我放那首《好运来》和大悲咒的混音版，天兵1号全部升空。遵命，开法器。这是什么妖孽？我的脑袋要裂开了！是梵音，不对，是喜乐。天哪，这到底是神仙还是妖怪？不要乱，不要停，给我冲！那是敌军的祸敌之计。那是什么怪物？铁打的鸟怎么会飞？不要慌，弓箭手，给我把那些鸟射下来！哈哈哈！准备迎接老板的恩赐吧！放药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的眼睛睁不开了！这粉末有古怪，好香啊！这不是面粉吗？楚言，天黑了，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一下真正的神技了。开启全息投影，给我把那条金龙放出来。是。龙，神龙显灵了！是真龙天子，楚将军有真龙护体。老天爷呀，我们竟敢攻打有天神庇佑的城池，这是要遭天谴的！老板的手段当真是通天彻地。赵烈，现在给他们上最后一道主菜。好嘞，点火放烟花。那是什么？天火降临了！别杀了，别降天罚了，我们投降啊！楚将军，神仙奶奶，我老庞服了，我带着10万兄弟跪降，求神仙收了神通吧！我等愿降。老板，10万大军兵不血刃，全部拿下！干得漂亮，楚言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不用我教你了吧？传本将令，降者不杀，所有人放下兵器，排队入城。凡归顺者，每人赏白面馒头4个，热汤面1碗，红烧肉1块。楚将军万岁！神仙万岁！万岁！半年时间养成了一个女帝，这游戏体验简直绝了！老板，天下已定，四海升平。您曾说过，待到天下太平，便是您降临之时。凡女在皇宫内为您修建了摘星楼。您何时能来？终于可以过去了吗？楚言，让满朝文武准备好接驾吧。老板，我今天就亲自过去查你们的账。真的？去异界当太上皇，怎么也得带点土特产吧？异世界，我来了！时代变了，大清算开始了。快，把红毯铺好，把大喇叭都给我打开，放好运来迎接老板下凡。臣等恭迎老板降临，恭迎老板降临。好运来，我们好运来。行了，把那破歌关了。老板，龙袍不错，挺合身，不过这布料差了点，下次给你弄点防弹的，凯夫拉纤维当内衬。全凭老板做主。老板请入摘星楼。都杵着干嘛？坐啊！我今天来不是来听你们拍马屁的。这大半年来我投入了多少物资，你们心里有数。现在天下太平了，大夏国也一统了，该算算账了。老板，大夏国库的所有奇珍异宝皆为您所有，我已经命人清点造册。行了，我没兴趣。那些古董字画、金银玉器，我虽稳定了，但也不天天当搬运工。我要的是更长远的回报。老板，请指示。第一，
大夏国以后的农业产出我要抽30%，而且必须是顶级药材和特殊香料。第二，我要你们组建一支探险队，给我去探索未知的海域和深山。探险队，我要把这里打造成一个世外桃源。好的，老板。很好，从明天起开办太学，老子亲自当校长。老板，这是皇家探险队在极北冰原发现的一块奇石。好东西，行了，东西我收下了。我离开现在太久了，得回去一趟处理些事情。老板，您还会回来吗？再说吧，看好家，别等我回来的时候，蒸汽机还没给我造出来。恭送老板。喂，老孙啊。哎呦，我的活祖宗！陈老板，您这3个月到底去哪儿了？您上次那株500年野山参，在一个秘密拍卖会上拍出了3个亿的天价。3个亿，才这点钱。这场游戏里，我得了 MVP 啊！